有个时候，佛陀住在舍卫城的奇树林即孤独园。有一天，佛陀对出家弟子们说：弟子们，如来现在来给你们讲说缘起法与缘生法，你们要认真的听，你们要仔细的思考。如来要开始说法了。出家弟子们回答：世尊，我们会认真的听您说法的，我们会仔细的思考的，恭请世尊您慈悲的为我们说法。弟子们，什么是缘起法？弟子们，以生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老死的产生。不论如来说不说这个法理，不论如来出不出来说这个法理，这个规律本来就存在，这个法则本来就已经在运行了，这个法的固定运行道路本来就存在了，这个法以前提条件存在，而继续向前运行的方式早就已经存在了。如来已经证悟无上正等正觉，已经明了了这个世间的规律法则。就是因为如来已经明了了这个世间的规律法则，所以才会在这里告诉你们，教导你们，为你们建立、宣说、开示、解释、说明这个世间的规律法则。而这个规律法则就是以生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老死的产生。弟子们，同样的道理，以有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生的产生；以取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的产生；以爱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取的产生；以受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爱的产生；以处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受的产生；以六处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处的产生；以名色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六处的产生；以识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名色的产生；以行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识的产生；以无名为前提条件，就会有行的产生。不论如来说不说这个法理，不论如来出不出来说这个法理，这个规律本来就存在，这个法则本来就已经在运行了，这个法的固定运行道路本来就存在了，这个法以前提条件存在，而继续向前运行的方式早就已经存在了。如来已经证悟无上正等正觉，已经明了了这个世间的规律法则。就是因为如来已经明了了这个世间的规律法则，所以才会在这里告诉你们，教导你们，为你们建立、宣说、开示、解释、说明这个世间的规律法则。而这个规律法则就是如来刚才所说的缘起法。弟子们，什么是缘起法呢？简要的说，就是这个规律法则具有运行的真实性，世间一切的事物全部都在这个规律法则下运行，没有不在这个规律法则下运行的事物，并且这个规律法则运行不会出现偏差和错误。这个规律法则以特定条件作为继续推进运行的动力，有这些特性的规律法则就是缘起法。弟子们，什么是缘生法呢？弟子们，老死是无常的，是随时在变化的，是无法永恒存在的，是要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会产生的，是随着前提条件的运行而发生的，无法保持永恒不变，是灭尽之法，是消散之法，是逐渐衰败退去之法，是毁灭之法。弟子们，同样的道理，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处、六处、名色、识、行、无明是无常的，是随时在变化的，是无法永恒存在的，是要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会产生的，是随着前提条件的运行而发生的，无法保持永恒不变，是灭尽之法，是消散之法，是逐渐衰败退去之法，是毁灭之法。弟子们，这些就被称为缘生法，也就是由条件推进持续运行的规律法则，就叫缘生法。弟子们，当世间的人他们问这些问题，我过去世存在过吗？我过去世不存在吗？我过去世是什么呢？我过去世的情况情形是怎么样的呢？我过去世曾经是什么？后来又变成了什么？或者他们问，我的未来是存在吗？我的未来是不存在吗？我未来世是什么呢？我未来世的情况情形是怎么样的呢？我未来世会是什么？以后又会变成什么？再或者他们问，现在世的我存在吗？现在世的我不存在吗？现在世的我是什么呢？现在世的我以后的情况情形是怎么样的呢？现在世的我以及众生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？以后又将到什么地方去？世间的人当他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说明他们不明白缘起法与缘生法。他们如果明白了缘起法与缘生法，就不会问这些问题，
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世间事物运行的规律、规则。这个规律、规则是什么呢？就是以无名为前提条件产生出行，以行为前提条件产生出识，以识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名色，以名色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六处，以六处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处，以处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受，以受为前提条件产生出爱，以爱为前提条件产生出取，以取为前提条件产生出有，以有为前提条件产生出生。这样有生就会产生出忧愁、悲伤、苦闷、忧虑、绝望、衰老、死亡。这就是世间人或众生痛苦和烦恼聚集的过程。世间的人或众生按缘起法顺行，就会继续的在生死轮回中煎熬沉沦，受尽折磨和痛苦。无明没有升起行就灭除了，行没有升起时就灭除了，识没有升起名色就灭除了，名色没有升起六处就灭除了，六处没有升起处就灭除了，处没有升起受就灭除了，受没有升起爱就灭除了，爱没有升起取就灭除了，取没有升起有就灭除了，有没有升起生就灭除了，生没有升起忧愁、悲伤、苦闷、忧虑、绝望、衰老、死亡就灭除了。这就是世间人或众生痛苦和烦恼除灭的过程。世间的人或众生按缘起法的逆行，就能从生死轮回的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。佛陀说法后，出家弟子们都再次的顶礼佛陀，他们随喜赞叹佛陀说法的无量功德，都按着佛陀所说的法去修行。